似龙非龙，似鸟非鸟，中外学术界争论不断，结论悬而未决。龙鸟不是龙的证据越来越多，鸟类的祖先渐渐浮出水面。孔子鸟藏着什么样的进化秘密？四河屯这个小村子还会给人带来多少惊喜和迷惑？纪录片《龙鸟之争》，传奇中国，精彩奉献。1997年年初，在辽西的北漂，在离中华龙鸟的发现地四河屯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横道子的小村庄。在村庄附近的山沟中，人们发现了一件新的化石标本。化石上的动物生有长长的前肢和后肢，嘴里长着牙齿。最令人吃惊的是，这只动物身上也存在着羽毛的印痕。机遇再一次垂青了季强。在仔细分析那些印痕的时候，在这只动物的尾部，他看到了羽毛特有的东西——羽轴和羽肢。也就是说，这只动物长着真正的羽毛。这是世界上首次在鸟类以外的生物群中发现羽毛结构。与中华龙鸟相比，它的血缘关系与鸟类更加接近。季强把这只骨骼粗壮的长羽毛的恐龙命名为粗壮原始足鸟。当初我们是在中华龙鸟的争论还没有平息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只长羽毛的恐龙，那么别人说不是，这是一种带毛的恐龙。那么究竟它是带毛的恐龙还是长羽毛的恐龙，那么就成了争论的焦点。那么原始鸟第二年我们就发现了原始足鸟。原始鸟给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大的启迪，就是说它的尾部已经长了跟现代鸟类的羽毛完全一致的这种羽毛，其实就证明了在地质历史时期中，当时确确实实是存在着长羽毛的恐龙的。但是国内外有些科学家，当我们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他们仍然不相信，他们仍然说不对，原始足鸟是不长羽毛的，是一种恐龙的骨架刚好压在了另外一只鸟类的羽毛之上了。实际上我们也考虑他当时的心情，一旦他承认了原始足鸟确确实实是长有羽毛的，意味着他们那个理论是站不住脚了，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后来尤其到了维语鸟发现以后，那么这种争论就停止了。维语鸟也称作维语龙，是继原始足鸟后世界上已知的第二只长着真正羽毛的恐龙。发现它的地方是四河屯附近的张家沟，它与原始足鸟是在同一地质层位上发现的，它们的个体大小相仿，甚至化石保存的姿态都非常相似。在维语鸟的胃部还保留着一堆小石子，这是现代鸟类中常见的胃石。这说明维语鸟不同于肉食性的中华龙鸟和原始足鸟，它可能是以植物为食的。维语鸟的身上覆盖着一层羽毛，尤其是在它的尾巴顶端长着一束扇形排列的尾羽，这些羽毛和现代鸟类的羽毛非常相似。维语鸟有非常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它身上长有原始羽毛，它翅膀上长有飞行羽毛，尽管这种飞行羽毛是对称的，也很短，它不具有飞行能力。
它的尾巴上也长有跟现代鸟类的羽毛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发现的中华龙鸟、原始种鸟、维语鸟，我们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证明，鸟类确确实实是由小型的吃肉的恐龙演变而来的。那么他们这些的发现还告诉我们，不仅仅是中华龙鸟长有原始羽毛，在恐龙演化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不同类型的恐龙都可以长有羽毛。因为辽宁的这么多的化石发现了以后，把恐龙和鸟类的关系搞得太紧密了，以至于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从哪里找出一个标准来划分什么叫长羽毛的恐龙，什么叫鸟。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很关心的这个问题了。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德国的始祖鸟是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鸟？又产生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德国的始祖鸟70%几都是恐龙的特点，它只有20%几是鸟类的特点。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它也是一种中间过渡类型。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称它为长羽毛的恐龙，也可以称它为鸟类，这完全取决于鸟类的定义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羽毛我刚才就说了，这个我也承认。现在不是说不能说是发现了羽毛，也可能就是这个鸟类的，不能这样讲。关于羽毛的这个，中国辽西带羽毛恐龙化石的大量出土，使鸟类起源研究成为20世纪末古生物学研究的焦点，并持续至今。2000年6月，第5届国际古鸟类与进化会议在北京召开，世界著名古生物学家聚集一堂，就鸟类的起源和进化进行了讨论。出乎人们期待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成为解决鸟类起源纷争的一次良机。精美与粗陋，文明与蛮荒，看似很容易分辨，但人类文明的宏观要旨，有时就是用一块泥巴盛出一点水，有时又是惊人殚精竭虑也无法模仿的精美。复杂的生物演变就被时间凝固在一块粗石之上。传奇中国系列节目《亘古辽河》，寻找迷人的亘古世界。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学说，因为中国辽西带毛恐龙化石的不断发现而声势日益浩大。但是反对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和削弱。鸟类的起源和进化问题，在经过了100多年的探索之后，仍然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世界知名的古生物学家陆续来到辽西，在这块因带毛恐龙的发现而震惊世界的土地上，他们的思绪仿佛穿过了1年的变迁。然而，在时光隧道的尽头，答案依然没有呈现。羽を持つと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は平行進化といいまして、別々のグループが羽を持つ。ですから鳥類を進化させた恐竜は羽を持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が、鳥類になる方向に行って羽を持つ。そしてその恐竜から進化してきた恐竜が平行進化的に羽を持った。だから羽を持つ恐竜が遼寧省から発見されてますけれど、だからといって鳥類を進化させた恐竜が羽を持っていたとは言えない。必ずしも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います。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侯连海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专家。对于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学说，他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发现和研究的孔子鸟成为了他反对的重要依据。从我们孔子鸟，我刚才说了，从它的绝对时代上、称谓上看，那就是孔子鸟在下边。那么这些带毛的恐龙都在它后期的，可以说是。所以你不能说后期的东西起源于前期的，这就不合道理了，是不是？当然有人说他的爷爷跟他孙子都在同一块生长的，这可以，对吧？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再早的这个证明呢，没有。孔子鸟是辽西发现的另一重要化石，它的发现要早于中华龙鸟。正是它，使世界古生物学界第一次认识了四河豚。1993年，侯连海得到了一块很不完整的鸟化石。据化石的收集者称，标本来自辽宁北票的四河豚。仔细研究之后，侯连海认为，这是与德国始祖鸟的生活时代非常相近的一种鸟类，距今约1亿3000万年。这块化石是如此的罕见和珍贵，在冥思苦想之后，侯连海给它起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叫圣贤孔子鸟。The description of Confucius ornus was based on work by Professor Ho and myself, and it is perhaps now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amous fossil bird in the world, perhaps after Archaeopteryx. It's not older than Archaeopteryx. In fact, it's a little bit younger, as it turns out. It's also, in some ways, a little more primitive than Archaeopteryx. In other ways, it's a little more derived. But it's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ssil discoveries that has perhaps ever been made. 1995年的秋天，满怀希望的侯连海在四河豚附近的尖山沟收集到了4块非常完整的孔子鸟化石。此后，孔子鸟呢，用现代鸟类的这个形态来形容它，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它的形态有点像现在的喜鹊，差不多。这还是一个孔子鸟是最早可以分辨出雌雄个体的，原始鸟类。这也是一个很具意义的这个什么，因为在它雄性个体里边都有2根这个非常长的这个尾羽，雌性呢就没有，
所以这一点就可以。所以现在它的吻部嘛又比较长，又没有牙齿，所以它就看着很像是这个现在喜鹊不是也是长长的尾巴，当然它的尾羽很多了，不是单纯的2根儿。所以你从现在的形态来看呢，它也很像是喜鹊这种形态。它的这个除了它的这个前肢这个爪还没退化以外，它的就是尾部已经没有那个了，已经有个就是一个尾椎骨，就是基本上就是现在鸟那个它的锁骨，它的飞行器。飞行的骨骼构造里边有中空，里边还有气囊，因为很多这个骨骼里边有气囊，储存空气，减轻体重，这个构造都是很适应飞行的。它的牙齿已经完全退化，而代之以角质喙，这样。它也就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具有鸟喙的古鸟。如果说日后中华龙鸟等带毛恐龙的发现，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鸟类起源的传统认识，那么孔子鸟的发现，表明德国始祖鸟虽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鸟，但并不一定是鸟类进化的主流。因为孔子鸟或始祖鸟，可以说它们的时代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这个时代段的。因为第4时期嘛，这个时代分的这个像1分钟相当于那个第100万年一样。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孔子鸟化石发现的另一个令人惊奇之处是，很多孔子鸟化石保存的距离非常近。1997年，中国科学院辽西野外队在北票四河屯的发掘现场，在不到100平方米的化石坑中，就出土了27只孔子鸟。在这块化石上，2只孔子鸟紧紧地挨着，人们称它为难兄难弟。化石如此密集，令所有的人惊讶不已。尤其是我看到那个始祖鸟，就是孔子鸟啊，那个个体啊，死的都有一定的方向。所以这个孔子鸟为什么不是说是有人问这个孔子鸟为什么那么绝灭，那么多发现那么多，这就是火山爆发的问题，因为它有一个方向。如果是没有其他的问题，不是这个火山爆发，如果是热烤啊什么这些空气啊，什么这个火山爆发的灰尘啊，这些影响呢，不会有一个方向，这些我们都有记录的，所以这个我就看到，我忽然一下。一个火山爆发，那些火焰呀，那些灰烬，那些铺天盖地都来了，这些生物都拼命的奔跑啊，什么这灾难，就是忽然了。那个想想就是，哎呀，这个可能也非常当时的那种自然环境嘛，你气也没用，这是很悲惨的那种这个状况。在离四河屯不远的山沟，至今还保留有火山口的遗址。在辽西，像这样的火山口还有很多处，它们特有的火山岩，碑石一样的矗立在辽西的大地上，似乎在纪念着史前时期的
那一场浩劫。1亿3000万年前，孔子鸟成群结队地翱翔在辽西的湖泊沼泽之上，火山的突然喷发，使得它们罹难并沉于湖底，最终变成了化石。孔子鸟、中华龙鸟等一系列珍贵化石的发现，使辽西成为中外古生物学者心目中的圣地。四河屯这个辽西普通的小村子，也因为早期鸟类化石爆炸性的发现而响彻了世界。1997年，辽宁省政府在北票设立了化石自然保护区，李印芳被聘为保护区的看护员，重点看护四河屯至尖深沟一带。从那以后，化石就成了这位普通农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看护工作是看护我们那个地质长廊，再加上那个山前山后这个看护面积，主要在巡视这些个，不让盗挖，主要是这些工作。在离四河屯不远的山坡上，正在修建一座地质长廊，长廊里陈列着几十件古生物化石，它们都保持着出土时的原来模样。其中，仅孔子鸟就有7、8只之多。自从发现中华龙鸟化石以后，对于鸟化石，李印芳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感情。在他心里，这些石头上的鸟，与在自家树上筑窝的那些鸟一样，熟悉而又亲切。在中华龙鸟轰动世界以后，季强曾多次来到四河屯，这里的沟沟叉叉他已经非常熟悉了。对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一直心存感激，同时也怀有一个更大的愿望。那么辽宁化石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构成了这个鸟类起源的一个基本构架。应该说，在鸟类起源的80%以上的材料是依于中国辽宁的化石，而并不是依靠国际其他的化石。当然，我们有我们遗憾的，就是说，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么多的长羽毛的恐龙和原始鸟类的化石，为什么我们在中国找不到始祖鸟？我想的话，这是我们目前的遗憾，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可能去努力寻找这一个中间环节。2004年年末，辽宁沈阳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在西方传统的圣诞节前夕，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古鸟类学家莱瑞·马丁来到了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这次，他是应侯连海和东北大学地质系龚恩普教授的邀请，来共同研究一块出自辽西的古鸟化石。他们期待着新的发现。Well, it's completely revolutionized the science and completely changed the way we thought about the origin of birds. What's going to be the new story on bird origins, which is not going to look like either the way that I used to think it was or the way that people that disagreed with me used to think it was, that this whole new theory of fossil bird origins is developing out of the discover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因为从孔子鸟以及从我们辽西发现了大量的鸟类化石来看呢，鸟类历史要大大向前推移。我相信在以后的这个时间，而且世界古鸟类学界也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国家，会发现更早时期的原始鸟类。自1861年德国始祖鸟发现以来，关于鸟类的起源和进化已经争论了上百年。近年来，
在辽西发现的早期鸟类化石，以及一系列带毛恐龙的出土，填补了鸟类进化的一些缺失环节，给解决这一争论带来了曙光。虽然从目前来看，这种争议还将延续下去，但是科学的争议是必然的，它将使结论更真完美。而辽西这片曾给世界带来惊喜的土地，还将给世人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怒江两岸山势陡峭，土地贫瘠，在这个堪称世界第一的大峡谷中，生活着一支鲜为人知的民族——怒族。他们有着怎样的历史？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将跟随一位怒族歌王的脚步，一起走进怒江峡谷的深处。敬请收看下期《传奇中国·怒江歌王》上集。